什么？荒明月跑了？我刚才叫他吃饭，他不在房间。那赶紧把他找回来啊！眼看天就快黑了，一会儿说还有雷阵雨呢。找什么找？是饭不好吃，还是汤不好喝，还是说他看不起咱们东，我们所有人啊？有什么好找的？可是你们不想知道为什么班长能一秒入睡吗？有什么为什么？无非就是东海累了，难不成什么花仙子转世能施魔法啊？施沉睡魔法的不是花仙子，是黑女巫梅尔菲森特。你甭管是花仙子也好，黑女巫也罢，能让班长长眠不醒的，就是好的安眠药。那叫毒药。我治口误。飞哥，你听我说，他一个大活人，道理咱们都跟他说过了，他要真想走，也没有理由找他回来。这个是香奈儿春季的新款，价值不菲。如果据为己有，拒不归还，那是要被判不当得利罪的；超过1万块钱，是要被控以侵占罪的，是要受法律制裁的。那得还给他呀。可是咱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。他现在应该在世纪豪城酒店。哇，够快的。哎，我说，话说你是怎么有他定位的啊？前2天加的好友。你也够快的呀！你不会也给我装了什么定位吧？装了，2年前。今天呢，我要参加一个很盛大的场面。那个伪装成天线宝宝的蜘蛛侠，被你们老板逼着来参加宴会的，对吧？我特别能理解你。啊，以前呢，我爷爷总是逼我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，所以我也总是逃跑。我们俩呀，就像是人在江湖，不得不低头。
明月，亲爱的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他们几个就一直在欺负我。你的发卡落在我这儿了。这个什么时候戴不行呀？你看他着急的。你是陈景然？他就是我的未婚夫陈景然。很帅吧？你说他是陈景然，有什么证据吗？老板，您不是说不来了吗？怎么又过来了？老板，我来替你向大家解释一下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这位就是我的老板陈景然先生，还有他的未婚妻花明月小姐。他们今天本来有事来不了，所以让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。如果各位要是不信的话，这个是陈景然先生的邀请函，是吧，老板？黄莎莎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之前那些事都是你在背后搞鬼。我花明月这个人呢，向来都是知恩图报。不过，谁要是招惹我，我也会有仇必报。老板，哎，可以放手了吧？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哦，我是来还你发卡的。哎，你们两个，我刚才帮了你们，不会现在就忘了我的存在吧？你是谁啊？为什么帮我们？忘了自我介绍了，我就是陈景然的助理陈龙平。不过也不是为了帮你们，这么无聊的宴会，谁愿意来啊？我早就想走了。只不过呢，刚才看到花小姐以一敌十，觉得非常过瘾，就顺手帮了一把，就当交电影票钱了。是吧？很酷，是不是？非常的酷帅。你说你是陈景然的助理？是啊，我们老板他一定会非常欣赏您的个性的。他昨天还在跟我们说你们婚约的事宜呢。是吗？他还记得我？当然。那他怎么没有来啊？我找他有事。我们老板今天特别忙。谢谢你刚才帮我们，如果没有其他事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咱们走吧。秦东海，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，以后呢，我就不打扰了。陈助理，麻烦你带我去见你们老板。花小姐，这边请。什么？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求你们陈家人这个时候为我两肋插刀，也不能插我2刀吧？简直是欺人太甚！看来陈家已经放弃你了，咱们走吧。花小姐，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。要不这样，你给我你的联系方式，到时候我去跟老板问清楚了，我再来联系你。回来了。爸，我刚才在外面听说，我们要跟花家解除婚约，是真的吗？对，是我让人放出去的消息。
来呀，因为工厂的事儿，跟牛总他们几个股东们闹得不是挺愉快的。毕竟他们对第一工厂也是有感情的。我觉得你再考虑考虑，也趁机改善改善跟牛总他们之间的关系。二叔，这酒呢偏酸了点，我换一瓶更好的给你。哎，明晨，这酒挺好的，哎，不酸啊。不过你可以再开一瓶啊。好你个陈景然，竟然背信弃义，落井下石，雪上加霜，背后捅刀！谢谢你不娶之恩，我华明月永世难忘。你看，能一口气说好多成语的，也不算个文盲吧？啊，这背后插刀也算成语啊？雪上加霜也有语法错误。你们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？快看吧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就不要太难过了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我会在你身旁帮你的。我答应过老董事长，做你的家庭教师，我会把你培养成一名合格的继承人的。这叫什么路？这是绝路死路！我本来就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大小姐，突然半路出家，杀出来一个什么继承人？没有人天生应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。就你会说，反正我不要，不想不做。别忘了，集团现在还不是你的。你在明月面前伪装成一个好哥哥，很辛苦吧？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打心眼里接受过明月？是不是想等我死了，集团到手就把他扫地出门？哥哥，怎么了？我收到了一段录音，爷爷出事之前是和你在一起的，是你把爷爷气晕的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别忘了，集团现在还。
然后有一次我们玩捉迷藏，我躲进了桥洞里，我不小心睡着了，就整整找了我一整天，之后把警察都叫来了。我和爷爷都是你的亲人，哥哥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啊？别跟我说什么亲人，你不过就是抢走我爸的人，你也配？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我妈妈一直都把你当做亲生儿子对待，我也把你当做我的亲哥哥。别叫我哥，我从来都没想认过你。就算你讨厌我，那爷爷又做错了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从始至终我都想不明白，明明我才是花家唯一继承人，我比你努力10000倍，为什么爷爷和爸爸只爱你？你说我不该恨你吗？把录音删了，对外我们还是好兄妹。我不删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做的这些事情。你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你给我，不给！本来想给你留点颜面的，现在不用了。大门就在那儿，滚蛋！我不是您亲孙子吗？怎么就比不上那个野女人的野种啊？那哥哥让你做什么，你就要做吗？对啊，我最喜欢哥哥了。你别叫我哥，我从来都没想认过你。明明我才是花家唯一继承人，我比你努力10000倍。只要你不放弃，我们就还没有输。请你做我的师傅，帮我夺回爷爷留给我的一切吧。华明月，我将对你进行身体素质、心理素质、企业管理、经济金融、社交礼仪、商务外语、专项自救技能，还有各方面的专业培训。我会让你得到进入弗洛拉的实力，扭转你的人设，为你今后继承集团铺平道路。师傅，你也知道，我平时学习就不好。我知道，我也没什么实力。我都知道。那你还让我看这些？就没有那种更快捷、更简单、一步到位的方法吗？打江山容易，守江山难。如果你没有服众的真才实学，就算你得到了集团，你会很快失去的。你之前不是说什么都听我的吗？怎么都是假话？当然不是。好，我准备好了，这次绝对不怂。好，如果你没有什么异议的话，就把这个协议书签了。不合理，这也太不合理了吧！这哪儿不合理啊？我要你帮我夺回弗洛拉，
你却只让我回去之后恢复明月。虽然我很感动，但是呢，我花明月不是这样不知恩图报的人，绝对不会欺负老实人。这样吧，等我回到弗罗拉之后，给你分20%的股份，让你和我一起坐拥天下，怎么样？糖衣炮弹。那我们收留你是不是也不需要？需要，我说需要就需要。从今天开始，所有的开销就从我的股份里面扣吧。还有一件事，我需要验证一下。什么？这样可以吗？好像不行。这样呢？好像还是不行。你俩离这么远，怎么可能有用啊？你们3个这么看着我，让我怎么睡啊？速战速决吧。哎，你们2个说，明月这丫头摆的什么迷魂阵啊？为什么东海一跟她睡就过去了？哎，这上一回他俩睡什么时候啊？明月第一次回家的时候，第一次就睡了。那这2次都有什么共同点啊？都是跟明月睡。这不废话吗？洗澡。洗澡？啊？哦，对哦，2次都是花明月洗完澡。可能是一种体香。这种体香呢，可以刺激到大脑内松果体腺素的分泌。睡眠不好的人呢，就影响大；睡眠好的呢，那就不受什么影响了。那也说不通啊。那上次你们3个把花明月送到酒店的时候，东海不也没睡着吗？上次花明月喝酒了，酒气遮住了体香。我觉得高人分析的不错，花明月平时身上就有很重的香水味儿。哎，肯定是这样。什么呀？你们到底站哪边啊？站科学。你们懂科学吗？站科学，睡觉。我不行了。不行，再来一次。为什么还不行？不是已经很像豆腐块了吗？你觉得它像豆腐吗？重来。没有5菜1汤，我是不会吃的。榨菜包子，煎鸡蛋，咸鸭蛋，油条，5菜，汤呢？1汤。使劲，使劲，使劲儿！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加油，走！
第一工厂现在已经连续亏损22个月，我打算按照我们之前提过的议程，将它关闭。这个议程，老董事长就是不同意而搁置了。第一工厂对于我们弗洛拉来说意义重大，老董事长刚刚躺下，你就迫不及待地把它关掉。要是他知道了，他肯定不会同意的。在这件事情上，我们已经耽搁了2年了。现在趁着地价上涨，是关停变卖的好时候。你不要一意孤行。牛总，你好像没搞清楚，我现在才是弗洛拉的董事长。老华，你是老爷子的儿子，你来说2句。我？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，2位说的都有道理。这第一工厂啊，对集团来说它至关重要。但是一直亏损，这也是事实。其实呢，集团之前的事情都是老董事长还有明晨做的决定。但是现在老董事还处于昏迷状态，而约好这2年的期限他还没到啊。我觉得这件事情，要不咱们再想想啊？再想想。你都说了些什么？那个对不住啊，各位，我还有点事儿，你们接着聊啊，接着聊。牛总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现在距离是否关闭第一工厂还有3个月的时间。如果我能让第一工厂起死回生、扭亏为盈的话，算不算你重大决定？倚老卖老，欺负我根基前辈。华董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婚姻的事儿也该考虑了。外溢集团的千金姚胜男就是个不错的人选。如果你们能够联姻的话，不需要，出去。董事长，你要的文件给您放这儿了。在公司里你干嘛？你这次买的巧克力，要比上次的苦。你不喜欢啊？喜欢。原来你喜欢吃苦，那我下次多买一点，让你吃个够。你搬过来跟我一起住吧。我们还没结婚呢，就住一起，算什么？算。你先忙。录音来源查到了吗？查不到啊，华董。不过我怀疑很可能是你们集团内部的人在搞鬼。查一下牛总最近在跟谁来往。好。哇，才30分钟就做了这么多菜，还没有油烟，太厉害了吧！这有的抽油烟机就是不一样，班长做菜都没有油烟味儿了。对，你们这种厨房太需要这种集成烹饪中心了，不然到处都是油烟的话，我这每天保养的头发和皮肤都白费了。这点油烟有什么危害啊？油烟里有致癌物，沾到皮肤上就有可能堵塞毛孔，所以防油烟和防晒是一样重要的日常基本护理。跟你说了你也不懂。这么夸张？还有得蒸鱼，你们先把这些端过去，等下就开饭了。
我想聘请你，做我。